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一颗4缸分油盘，从台北来的很漂亮的白色 W201的 2.316V 的4缸分油盘的故障检测。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24803。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分油盘，它的名牌是橘红色的是橘色的名牌，跟我们一般的8V 的W201 8V 的分油盘的名牌不一样。8V 的名牌是灰色的，那16V 的名牌是橘色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呢？主要就是因为它8V 跟16V 的出油量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马力如果以2.316V 的马力，大概会在170多匹马力。那如果8V 的话，大概在140多40多匹马力。因为它马力的出力的不足，所以它功率量也不一样。那我们先来看看这颗经过30多年使用之后的2.316V 的4缸分油盘，它的出油量的状况。那首先我们来进行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这个分油盘经过这么多年的使用，它的出油量被油箱污染之后堵塞的状况。我们现在开始来进行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因为分油盘其实它是很机械式的东西它真的故障率也就是说它因为多年的使用之后磨损所造成的故障其实是很少的。那绝大部分是因为它堵塞。那因为就像我们30多年的水塔楼上有30多年的水塔，那如果说没有固定的清洗，那当然它就会造成我们的水流量过小出那个水龙头水量也过小。一般来讲，我们1年都会请水电工帮我们清洗水塔1次。那经过30多年的使用的汽车尤其是我们这个老宾士30多年下来，油箱变成一个污染源，它把我们的供油系统全部都堵塞了。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标准的出油量应该要在190，如果以2.316V 大概在190到200ml那如果8V 的话，大概在170。那我们来看看第一缸大概在140140，第二缸145，第三缸150，第四缸145，跟我们标准的190跟200这里是这条杠是170、175，那100如果200的话，大概在这个位置。那这个出油量少了大概有1/3还不到一半比如说以200ml少掉150的平均值少了50ml，200ml少了50ml的话，那就是少了大概20%30%左右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是这个分油盘是被油箱污染了。那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呢，理论上如果油箱能够保持干净它应该在使用20年应该不是问题。
这颗编号24803从台北来的 W201 的 2.36V 的4公分 U 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在这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平均出力量都落在145、150mA 左右，跟标准的大哥记得上面应该出油量应该大概在190到200啊。比如说这台棒是175，那190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那我们一样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这颗分油盘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它的出油量的状况。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我们现在进行的是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也就是说，车子在行进当中的出油量，那如果出油量过多，它会造成燃烧不完全，一氧化碳浓度过高，验测验不过，然后油耗会增加。那如果供油量太少，车子马力又不足，那稀薄燃烧造成引擎的高温，那爬山的时候是更明显。这个时候因为油门踩得重，反而也造成耗油，那马力又不足，那开起来又不好开。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呢，这个分油盘如果油箱保持干净，它的使用应该在20年以内不应该堵塞吧。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85，第二缸195，第三缸180，第四缸190。那跟厂方要求的190到200误差是厂方要求在误差在15%以内。我们看下来，它的误差应该在5%左右成绩算是相当优秀的。那跟之前的145、150，大概是在这个位置那这差别就很大了。那这个分油盘经过大哥这个整修过之后呢，它理论上应该20年以内不应该再堵塞了。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从台北来的白色 W201 的 2.36V 的4公分油盘，编号24803，完修后的第2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是测试这个分油盘在怠速的时候，它出油量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怠速的出油量是越平均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4缸分油盘，编号24803，从台北来的白色 W201 的 2.36V 的4缸分油盘，完修后的第2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175，第二缸180，第三缸185，第四缸185。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下来这个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的误差应该在3%左右成绩算是相当优秀的。那这个分油盘回装到车上之后呢，大哥还会做一个引擎测试。
因为这部车子的钢压我们测下来都相当漂亮，都平均落在12 kgcm 平方左右，所以我们可以预期，这个分油盘装到车上之后，它的怠速会相当的稳定。那跟车主之前还没整修之前所碰到的问题，怠速抖动相当严重，然后启动困难，这是因为它的分油盘供油量不足大油道堵塞，全面供油量从190的出油量降到145、150所造成的。那因为稀薄燃烧对车子会产生引擎高温这是对车子是非常不好的。我们预祝这部车子的车主能够很快乐的陪着这部车子过下半生。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